月夜刀，江湖排名第一的兵器，刀身长1尺2寸，刃向外曲突，刀身最宽，刃口上高高的烧刃中间凝结着一点寒光，仿佛不停地流动，更增加了锋利的凉意。这无疑是把好刀，他却执意要将它弄断半截。铁匠不敢相信竟有这样的要求，男人执意要这样做，铁匠也只能把宝刀断掉半截。可是当他把断刀交给男人后，男人却又改变了主意，让他把断掉的刀再接回去。铁匠问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，断刀重接其威力只会大打折扣。铁匠对男人的要求真是无言以对。男人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赴一场真正的生死之约。这个男人叫小马，是江湖排名第一的天下第一刀，他的刀法是月夜斩，刀随月变，月随刀走。他性格孤僻，独来独往。月夜斩是天下无双的绝世刀法。小马是武林中唯一会此刀法之人，只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当他在湖边苦练的时候，岩石后面有一个人已经从水面的倒影里偷学到了这门武林绝学。这个人叫武义，是一名冷酷无情的神秘杀手。他在这儿拦路抢劫，杀人如麻，就是为了夺走武林至宝金龙雕。等镖师西门胜赶到现场，武义已经携宝逃走。西门胜虽然不认识武义，却认出了他的月夜斩刀法。金龙镖是武林豪客云中岳所托，西门胜大意失镖，准备以死谢罪。云中岳给了他1年时间寻找，让他找出那个神秘杀手。可1年过去，西门胜没找到武义，却引出了小马。小马击败了西门胜，并从他口中得知，武林中竟然还有另外一个人会月夜斩刀法。此时，一个铁球向他们砸过来，小马眼疾手快，一刀将其劈开。这2名杀手却是连番进攻，但是却被小马和西门胜躲过。接着，这2名奉命而来的杀手眼见任务失败，就开始商量自杀。2人商量了半天，决定烧火自焚。他们不约而同地嗅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。2人决定暂时放下个人恩怨，先找出那个神秘杀手再说。他叫雷锋，外号一刀洞风雷，奉云中岳之命前来挑战小马。雷锋觉得自己不比小马弱，可惜小马刀法如神，只出1刀就把他给 KO 了。这个云中岳野心勃勃，一直想要称霸武林，而排名第一的小马是他的挡路石。他手下高手如云，不仅有雷锋，还有女杀手李慧、矮子王和鬼婆子，甚至连杀手吴义都是他的人。他设下圈套，陷害西门胜，就是为了引出小马，然后除掉他，取代他武林榜上的位置。现在小马已经显露踪迹，西门胜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他命鬼婆子跟矮子王除掉西门胜。小马跟人决斗完就进城了，他是为了跟着西门胜，怕他跑了。此时鬼婆子带着2个孩子出现，小孩子利用西门胜的善心想杀他，但是被聪明的小马给拆穿了。西门胜不杀女人，但是这鬼婆例外，可惜还是被他给逃了。西门胜没死，他们当然是不肯罢休，于是这几个杀手就又来了。云中岳的手下都是一群怪人，这个姑娘叫小玉，她是西门胜的红颜知己。西门胜被杀手集团围攻追杀，多亏了小玉姑娘及时出手相助，他才能安然脱困。云中岳这边搜集了小马的资料，得知了小马所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原来小马患有癫痫病，极度愤怒或悲伤时就会发作，他们想利用这一点除掉小马。月夜山庄曾是吴义的落脚之地，小马跟西门胜赶到的时候，吴义早已不见踪影，整个庄园就只留下一个来历不明的金枪客。他不愿回答西门胜和小马的问题，西门胜将他打败，并逼他说出吴义的下落。一把突如其来的飞镖杀死了他，是女杀手李慧赶来灭口。临走时约他们在淮阳韩壁庄再见。小马跟西门胜2人如约而至。这个杀手名叫洛阳萧四无，飞刀无敌，杀人无算，翻脸无情，还有一无，就是不翻脸也无情。给自己的介绍倒是吹嘘了一堆，可是在小马手下竟然走不过一招。因这人动手前先提醒了小马一声，所以小马愿意放他离开，饶他一命。接下来就是这个百无忌上场，他号称自己杀人的时候百无禁忌。杀手李慧也向西门胜发起了挑战，他们2人的武功也不能相提并论。虽然西门胜打不过小马，但是对付他们这种小喽啰没问题。这几人都打输了，愿赌服输。
密室门一打开，无意赫然再现，但是却是已经死去。另一边，小马虽然放过萧四无，但是云中月却是没有打算放过他，毕竟他可不是小马这个正人君子。可怜萧四无给他卖命一场，却也是落得被云中月灭口的下场。云中月告知西门胜，金龙已找回，让西门胜可以放心的跟小马决斗。不得不说，云中月这人心眼太坏。既然无意已死，小马跟西门胜的个人恩怨是时候该做个了结。这时，小马忽然发现地上有一具夜莺尸体，是死于夜月斩刀法。他对无意的死心有疑虑，于是决定放弃和西门胜的决斗。小马这边刚一离开，远处一支蜡烛点亮了起来，赫然就是已经死去的无意。他果然还没有真的死去，趁着小马走了，好对西门胜动手。无意的月夜斩一出，西门胜也只能这样仓促下线。小马被一件衣服拦住去路，上门写着西门胜月夜斩杀。此时久未露面的小鱼姑娘出现了。2年前，他的父亲费梦熊与洛阳潘公子相约西湖，岂料潘公子久久未到，反倒引来了致命的月夜斩。而今她的男朋友又死于月夜斩，自是要新仇旧怨一起算一算。小玉驱动傀儡杀向小马，小马惊诧瞬间明白无意在诈死，可是这些傀儡根本就没有痛觉，不怕死也不怕打，就是个机器。不知道小玉练的这是什么功夫，竟然是如此邪门又如此厉害。小马却是起了怜香惜玉之心，不忍用月夜斩来对付小玉，他只能夺取了小玉的笛子，告诉小玉他们2人并非死于他手，还有另一个人会月夜斩。无意的胃口比云中月还要大，他不但要称霸武林，还要所有财富。李慧威胁他帮他除掉云中月，然后要求与他一起平分天下。无意又岂是好相与的人？李慧无疑是在与虎谋皮，他的功夫当然也是比不过无意，就这样死在了无意的手里。此时已月上中天，小马带着小玉来到碧寒山庄，告诉他另一个月夜斩就在这里。小玉威胁小马，如果骗他就死定了。白无忌出来说，劝你们赶紧离开，离开是不可能的，那就开打吧。然后白无忌就这样英勇的挂了。无意告诉小马，给你个机会，快滚。小马说会走的，但不是现在。无意倒是爽快的承认了他的罪行，他对自己的月夜斩非常有信心。小玉坚持要自己替父报仇，无意的月夜斩杀得傀儡片甲不留。小马紧急时刻亲自上场，无意却说自己虽然武功胜过他，但是却需要学习小马的胸襟气度。小马曾经给西门胜时间了却心愿，他也给小马时间，2人约在下个月圆之夜。他很自信，原来当年小马与师傅在湖边苦练刀法时，无意就躲在湖边的岩石后面，通过平静无波的湖面，他成功偷学了这个绝世刀法。他自负月夜刀法更胜小马一筹，只是他理解错了一件事，胸怀气度与骄傲自大是2回事。月圆之夜，当2把宝刀再次碰撞，小马那重铸的刀骤然崩断，断裂的刀刃飞向无意，无意连忙闪躲，却还是没能躲过小马手中的残刀。临死前，他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小马。那晚，他奉云中月之命去杀西门胜，但是并未见其尸首，唯一的朋友或许尚在人世。小马跟小玉姑娘这边历经生死，依然暗生情愫，心生羁绊。小马飞身赶到云岳山庄，他要跟云中月做个了断，却见云中月负刀而立，言谈中很是狂妄和自大，因为他掌握着小马的秘密，一个足以致命的秘密。他告诉小马已经给他备好了棺材，接着就招呼手下出来对付小马。凭借这2人如何出手紧逼小马，小马却只是退让，并未使出刀法。但是这2人并不满意，一直纠缠，小马只能满足他们，送他们上路了。夜月刀寒光乍现，云中月故意用激将法逼小马动手。云中月这个小人刚才是故意消耗小马的体力，好让自己胜算大一点，而且他自觉掌握了小马的秘密，这样就多了一个必胜小马的筹码。只是小马的夜月刀法实在是厉害，任凭他使了这么多手段也不是对手，但是云中月也是丝毫不惧的，毕竟不是还有小马的秘密弱点吗？眼看支撑不住了，就要被小马杀死。云中月这个小人开始出言刺激小马，他想让小马癫痫病发作，自乱阵脚。这人真是为了一己私欲没了廉耻，身为武林中人，竟然用这种办法。眼见时机成熟，他持剑冲向小马，关键时刻小玉出现拦住了他。小玉给小马进行了针灸治疗，癫痫虽不能控制，但一个人的愤怒却是可以约束。一瞬间，小马豁然开朗，
原来云中岳是费梦熊的结拜兄弟，得知费梦熊约了爱爽约的潘公子，便叫吴懿提前赶到西湖暗杀了他，只因为他嫉妒费梦熊处处胜过他。费梦熊地位超然，他混得不成局面，真是机关算尽，反误了青青性命。最终云中岳死于小马刀下，而小马的刀早就跟吴懿换了。云中岳最终死在了他的贪心之下。小马收到新的武林之约，就是2年前费梦熊相约的潘公子。原来费梦熊约见潘公子是为了小玉的婚事，想把小玉嫁给他。如今虽然大仇已报，但情缘未了。小玉想跟去约定地点见见潘公子，小马却是怎么都不肯答应他。二人相约此事了却后，归隐江湖。小马早已到了约定地点，没想到传说中的洛阳潘公子居然就是已经死去的西门胜。2年前潘公子因未准时赴约，间接的误人性命，欠人一段情，所以扮作西门胜暗中调查。而今潘公子的事情得以顺利解决，可小马却怒了，他觉得自己被骗了。2年的时间，他早已把西门胜当成了他唯一的朋友，小玉也跟他生死患难有了感情。如今潘公子出现，告诉他都是假的，小玉姑娘她也想一起带走，让小马如何不愤怒，如何不失望？破风声骤然响起，2个曾经生死相伴的朋友，在这一刻刀剑相向。清冷的月光依旧照耀着万物，地上的3人却已物是人非。小玉究竟心系于谁？2人最终谁胜谁负？疑问悬而未决，故事却已结束。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